美光宣布在新加坡投资超过310亿新元，他们要在本地建设全球首座 HBM 先进封装厂。这笔资金的规模超过了许多国家全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当前人工智能算力需求快速增长，跨国半导体企业正在重新评估全球供应链的分布。新加坡凭借中立的贸易地位，吸引了大量半导体产业资本。310亿新元的投资预计会创造3000个专业技术和管理岗位。这笔资金会如何影响本地35岁左右的 PMAT 群体？这是否能带来收入水平的提升？美光在乌兰扩建的晶圆厂占地面积达 9.3 万平方米，这里将专门用于生产 HBM31 高带宽内存。这种内存是人工智能芯片必须的组件，其生产过程需要非常严格的环境控制标准。过去2年，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经历了严重的区域分割风险。企业在选择投资地时，首要考量已经从成本转向了政策的稳定性。新加坡正好符合这一要求，本地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让企业敢于投放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大量精密制造设备的引入，直接拉动了本地工业地产的需求。理解美光的投资决策，可以参考其他半导体企业的近期动向。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工厂原本计划在2024年量产，由于劳资纠纷和熟练工人短缺，量产时间推迟到了2025年。由于文化差异，外派工程师与本地员工之间在工作时长和管理方式上存在分歧。他们在德国德累斯顿的建厂计划，也曾因为当地政府预算裁决问题面临不确定性。环保审批流程和补贴发放进度都在拉长工厂的建设周期。跨国半导体企业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土地租金或人力开销，他们更关注营商环境的稳定性。新加坡为这些企业提供了高度可预期的政策环境。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半导体产业目前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 6%。半导体已经成为本地制造业的核心支柱，直接雇佣了数万名高技术工人。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等政府机构为跨国企业设立了专门的对接渠道，企业在获取建厂许可、引入外籍技术人员时，面临的行政审批周期被大幅缩短。这种高效的政务处理机制降低了企业因政策变动导致的停工风险。仅仅依靠行政效率还不足以吸引人工智能产业链的高附加值环节。新加坡需要面对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周边国家的竞争。它是如何获得先进制程产能的？单纯比较企业所得税率和工业用地租金，新加坡的各项成本远高于周边国家。马来西亚槟城目前的半导体封装测试全球市场份额达到了 13%， 当地拥有相对成熟的劳动力体系，能够承接大量的传统代工订单。越南也在大力引进半导体组装产线，试图通过人口优势获取制造业份额。周边国家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的传统封装测试环节，新加坡的产业规划转向了技术门槛更高的领域。美光的 HBM 先进封装和 NAND 的闪存晶圆制造就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项目。高带宽内存通过硅通孔技术将多个存储芯片垂直堆叠，这种结构能大幅提升数据传输速率，是当前训练大型语言模型的基础硬件。目前，美光有 98% 的特定 NAND 的闪存产能位于新加坡。企业将如此高比例的核心产能集中在一个地区，显示了本地工厂在整个供应链中的不可替代性。这里不再是简单的海外代工节点，而是跨国企业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枢纽。一旦本地产线发生非计划停机，全球特定内存的供应都会受到实质性影响。半导体制造只是本地科技产业规划的一部分。KKR 集团与新电信近期出资138亿新元，收购了区域数据中心运营商 STT-GDC 的股权。新加坡不仅在引入先进的存储芯片制造产线，政府部门和本地企业也在扩大数据中心的总容量。通过将半导体硬件制造与人工智能算力基础设施结合，新加坡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维持这个庞大产业集群运作的，不仅仅是跨国企业的商业投资，新加坡政府在科研领域的长期资金投入起到了关键的引导作用。新加坡吸引跨国科技企业的核心因素，不仅仅是招商部门的行政效率，更重要的基础在于政府实施的研究、创新与企业2030计划。这项计划的总预算达到370亿新元，资金没有平均分配到所有科研领域，而是集中投入到了人工智能、半导体和先进制造等资金密集型行业。近期，量子计算系统 Helios 在新加坡完成部署，成为国家量子计算中心的一部分。这项设施由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和本地公立大学共同运营。当其他地区还在竞争传统晶圆厂的产能时，新加坡已经通过政府预算建立了下一代计算技术的硬件基础。
这种将公共科研资源与企业商业需求结合的模式，提高了本地产业的竞争力。政府主导的科研平台能够帮助企业解决基础科学难题，企业可以将更多的内部资金用于商业化产品的开发。研发设施和政策框架建立后，跨国企业的资金也随之到位。这些投资最终会带来大量的就业需求。哪些群体能从这次产业扩张中获得实际的收益？所有的产业投资最后都会反映在本地的就业市场上。美光的投资项目预计会创造3000个专业岗位。现代化的先进封装厂具有很高的自动化程度，生产线不再需要大量从事重复性劳动的操作人员。企业目前招聘的重点是掌握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的算法工程师，熟悉半导体制成的材料专家，以及具备全球物流管理经验的供应链主管。这些岗位要求候选人拥有理工科硕士以上学历，或者具备5年以上的先进制程工作经验。新加坡35岁左右的专业人士、经理、执行人员和技术人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PMAT 群体，正面临严格的技能要求。掌握新技术的从业者将获得收入增长的空间。这3000个专业岗位的出现，不仅提升了直接就业率，半导体行业的经济乘数效应会带动周边服务业的发展。每个高端制造岗位的设立，通常会衍生出3到4个物流、财务和法律等支持性服务需求。高收入群体的增加会提升本地市场的整体消费能力。这种收入结构的改变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政府组屋市场的资产价值。公积金账户的长期收益率也依赖于强劲的宏观经济基本面。根据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布的世界人才排名，新加坡在吸引专业技术人员方面排名靠前。跨国企业在本地设立核心产线，是因为这里有具备相关技能的人力资源。专业人才选择留在新加坡，是因为这里聚集了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本地雇员可以通过新加坡政府的技能创前程计划获取先进制造领域的培训补贴。大家认为目前的科技行业招聘标准对35岁以上的求职者是否有利？你是否具备这些新岗位所需的技术背景？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正在经历结构性调整，新加坡没有选择降低土地和劳动力价格来吸引外资。政府通过维持稳定的贸易政策以及落实370亿新元的科研预算，确立了新的产业发展模式。跨国科技企业为了降低供应链中断的风险，愿意承担更高的运营成本。这种商业决策为新加坡带来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动力。在本地工作的专业人士需要关注这些大型产业资本的流动方向。资金的去向通常预示着未来几年的高薪岗位分布。跨国企业的战略调整直接关系到个人的职业发展路径。半导体行业的升级对从业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持续学习新技能是适应行业变化的必要条件。只有跟上技术更迭的速度，才能在人才市场中保持竞争力。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新加坡科技项目的数据分析和行业动态，请订阅本频道并打开通知。我们下期视频会继续分析本地产业的发展趋势。